长相思的热播打响了谭健次今夏知名度暴涨的发令枪。他扮演的九命相柳以银发曼斯男的妖异俊美收割了一波流量红利。追剧的小伙伴都知道，谭健次并不是长相思的男主，更不是女主官配。简单来说，在4男争一女的故事里，相柳只是其中一男而已。但是根据谭健次工作室发布的战报，长相思男性角色的站内热度排行榜上，相柳却稳稳占据首席。同时，谭健次个人社交媒体粉丝量以100万级别增长，基本算是在各大热搜榜买房了。除了古偶造型为他加分外，相柳的人设本身就很容易带动话题点。原著里，相柳也是最有讨论度的男性角色。剧中，相柳的设定是一条300多岁的海妖九头蛇。按照妖族的寿命来计算的话，这个年龄段的相柳相当于人类的6岁儿童。所以，粉丝们一口一句宝宝蛇的喊着，让不少网友觉得还挺可爱。不过，表面上可爱的宝宝蛇，实际上是名动大荒的硬核狠人。谁在找死？当事人描述相柳时，形容词只有一个，那就是恐怖。有一个9头妖怪，长得十分恐怖，杀人噬命，猎杀神族，然后把他们全都吃掉。作为神族大敌，相柳不仅自身武力超群，脑袋还很灵光，拥有一身统领万军的本事，可谓当世数1数2的厉害人物。当个军师简直大材小用，美和强这2种吸粉特质相柳已经具备，剩下就是惨了。说到身世和经历，相柳是真的赚人热泪。小时候无父无母的他就成了妖奴，被卖到了死斗场供人取乐，每日只能关在笼子里，饿了也只能吃生肉。不知道挨了多少鞭子的毒打，逃过多少场惨烈的生死局，才被陈荣义军首领洪江所救，自此死心塌地为洪江卖命。虽然他在义军中贵为军师，但即使是队伍里地位最低的小喽啰，都能对妖族出身的相柳出言不逊。对于我族人其心必异，我看最有可能出卖我们的就是那个9头妖。然而相柳依然无怨无悔，不惜为整个义军献出自己的所有，包括生命和对女主小妖的爱情。而谈到相柳的爱，那就是他在美强惨的人设之外，最戳中人心的点了。俗话说，有爱情的地方就有修罗场。不管是戏内戏外，大家都在替小妖犯选择困难症。苍玄、涂山璟、相柳、赤水风龙4大男性角色各有各的优势，究竟该选谁呢？为了证明自己磕的 CP 才是天造地设的一对，网友们也在争论不休。相比苍玄哥哥式的疼爱，涂山璟无条件的宠妻，赤水风龙朋友般的相处，相柳那些克制隐忍、从未宣之于口的爱意，充满着强烈的悲剧色彩，绝对更容易令人心疼。明知彼此身处敌对阵营，明知注定无法相守一生，相柳依然竭尽所能，默默守护小妖。当小妖解不开情人蛊，是相柳甘愿将蛊毒引到了自己身上；当小妖梅林遇难，是相柳以他的本命精血耗费整整37年救回小妖一条命；当小妖想学剑术，是相柳不仅亲自手把手教导，更用当杀手搏命挣来的稀世珍宝为小妖铸造了一把绝世强弓，只希望他余生有能力自保。当小妖为涂山璟烦恼，是相柳化身防风被陪伴在小妖身边；当小妖为嫁给赤水风龙而迷茫，是相柳在全天下的瞩目中上演了一出抢婚大戏；当涂山璟遇刺，是相柳帮情敌逃出升天，只为让小妖有人可依。甚至连小妖和涂山璟的新婚礼物，相柳都提前准备好了。这一切，相柳都是在小妖看不见的地方默默付出的。他精心呵护着小妖，又亲手将一份又一份守护深深埋葬，这样无私又磅礴的深情，令人看得难以释怀。所以才会有很多人被相柳垂入妖柳 CP 的深坑爬不出来。可以说，相柳有恋爱脑，但不多，因为他深谙一个道理：爱是本能，退是克制。当然，相柳初期很虐小妖的一些辣手行为，在部分观众看来是不可原谅的。有女性网友就说，如果有人曾虐待过他，那么他只会记仇一辈子，绝不可能爱上他。10年前，相柳这一类的虐恋情深形象还挺受欢迎，10年后，争议之声就多了起来。就像我的人间烟火，宋彦煮的一碗粥，在许沁看来是爱的象征，但对如今的一些人来说，豪门千金被穷小子一碗白粥感动的故事，纯属恋爱扶贫了。
那碗白粥也不足以抵消两人恋爱过程中因各种摩擦造成的伤害。毕竟时代在变，人的观念也在变，如果一份爱还伴随着伤害，确实还是及时止损的好。能让相柳成为今夏暑假话题王之一，谭健次作为扮演者显然是做了功课的。就连同样是今年突然爆火的张颂文都称谭健次喜欢钻研表演的学问，这是不是张颂文老师的场面话咱也不知道，但可以看看谭健次都钻研了哪些学问。在长相思见面会上，谭健次表达过他对相柳这个人物的理解，认为相柳只是外表冰冷，其实内心炙热。从最终的呈现效果来看，谭健次的理解也没有错。相柳一直以无情的交易之名掩饰自己对小妖的友情，但牺牲自己成全小妖和涂山璟的爱情，这份有心如果是一个真正无情的人是做不到的。在角色呈现细节上，谭健次也有很多小心思，比如他觉得相柳虽然是海妖，但不能演得妖感过重，同时又要跟普通人类有所区别，所以他为相柳设计了不少小动作，动物感十足的那种。于是大家在剧里就会看到，相柳在观察别人时，往往会不自觉歪着头，看人的目光单纯又好奇，或者露出獠牙吓唬人时，让人感觉到危险气息。更何况谭健次在剧中还要一人分饰两角，除了冷眼看世界的相柳，还有一个是游戏人生的防风背，这就更考验他的演技功底了。从相柳和防风背不同的眼神就能看出他们的性格差异，一个高冷无情，一个散漫不羁。谭健次抓住了两个角色的特点。其实演相柳对谭健次来说还真是一次冒险，因为相柳是很多人心中完美的存在，演好了也许一步飞升，演不好就可能会被原著粉骂到头臭。在长相思刚官宣演员阵容时，因为身高问题，谭健次还曾被排斥和质疑过，害怕他演不出相柳的气势会毁了角色。目前来看，相信以后很多人看到谭健次都会带着相柳的角色滤镜了。此番相柳的出圈也让谭健次多了一个内娱暑期攻的外号，因为他每逢暑期时有效播剧，角色吸粉的概率就更大，也算是娱乐圈玄学了。而上一部在暑期让谭健次擦出火花的是悬疑探案剧《猎罪图鉴》，这还是他出道10几年来第一部男主戏。谭健次演的是一个天才画家，不过他没有把他的才华发挥在美术界，反倒是跑到警局当上了一名画像师。一般会这么做的都是有故事的人，所以沈毅给人一种深沉的神秘感。在演这个天才角色时，谭健次觉得如果人物过于完美就会缺乏真实感，所以他设计了一个可爱小缺点，比如让沈毅一坐上车就会进入秒睡状态，瞬间让天才接地气起来。再往前追溯一点，3年前暑期档播出的《鬓边不是海棠红》，谭健次只是临时被拉去救场，演了一个小配角陈任香，没想到他京剧名角的扮相出彩了。为了这个角色，谭健次也有专门去学习戏曲演员的日常仪态。如今谭健次以演员身份被更多人熟知，但很多人都想不到，其实他最早是偶像男团成员。他所在的团体 MIC 号称内娱初代男团，不过没赶上创造101式的男团风潮，勉强蹦跶了几年就彻底糊了。作为主舞担当的谭健次，跳舞的功夫倒是没落下，参加个类似于披荆斩棘的哥哥的节目，叫追光吧哥哥，顺手就拿了总冠军，但也没红起来。哪像现在谭健次的舞蹈视频都有专属 BGM 了，看他跳舞，比如他和毛晓彤在孤独颂歌跳的拉丁舞，和于文文表演的那么爱你为什么，和王菲菲唱跳处处吻等，还是有点内娱初代男团风范在的。虽然一出道就是爱豆，但谭健次没什么偶像包袱。记得他在《花样江湖》里既扮丑又扮娘娘腔，私下里谭健次还会穿上可爱的小熊睡衣，给粉丝现场直播吃螺蛳粉，十足十的一个显眼包。在他身上也还保留着爱豆的宠粉营业本能。每次有粉丝喊他一声老公要结婚，他那积极回应的架势，恨不得让自家妈妈立马当上婆婆。 Oh my god！ 娶她！请把民政局给我搬过来。所以粉丝都笑言谭健次是内娱画饼第一人，有饼他是真的敢画。现在的谭健次跟着何炅老师常驻你好星期六，两人穿的厚底鞋都像是同个地方批发的。但碰上有人问身高的话题，谭健次也不避讳，自黑起来那叫一个得心应手，反正夸啥都不能夸他个子高。
别夸我个高就行，就是夸我什么业务能力上面啊，你夸我帅我也挺高兴。纵观谭健次的演艺道路，似乎老天爷跟他开了个玩笑。当他做偶像想要一鸣惊人时，老天仿佛在劝他要厚积薄发，总也不红。当他从一个又一个小配角演起，反倒走出了一条新的赛道。20岁出道，33岁才迎来真正的事业上升期，怪不得粉丝要调侃他像魏大勋一样，也是老来得粉。谭健次这一路走来，算是挺励志的。谢谢观看，敬请期待下期视频，再见。